您是否也曾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双腿渐渐没以前有力，站起来或走路都变得吃力？其实，这并不只是您一个人的感受。科学研究揭示，从30岁左右开始，我们每10年可能流失约3到8%的肌肉，而到了50岁之后，肌肉流失的速度更会加快，每年大约减少1%到2%。这种随年龄出现的肌肉流失现象被称为肌少症。肌少症让许多银发长辈的腿部力量逐渐下降，影响了行动能力和生活品质。然而，别担心，今天我们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肌肉流失并非不可逆转。通过最新研究与正确的饮食策略，我们可以在短短24小时内就开始重启腿部力量，找回您双腿的稳定和信心。想象一下，1天之内就感受到双腿更有力，站起来不再颤抖的惊喜。这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但科学证实某些超级食物能够快速为我们流失的肌肉提供养分，甚至在1天内带来初步的改善效果。当然，重建肌肉是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但这24小时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开端，让您的身体重新启动肌肉增强的开关。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肌肉流失背后的原因，以及8种经科学实证有效增强下肢肌力的超级食物。每一种食物，我们都会说明其作用机制、建议吃法，以及如何与其他营养素巧妙搭配，帮助您真正逆转肌少症。请您一定观看到最后，这些资讯将带给您满满的信心与力量。随着我们年纪增长，为何肌肉会悄悄流失？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首先是自然老化，年纪大了，身体制造肌肉的效率下降，荷尔蒙的改变是关键之一。像生长激素和睾固酮等促进肌肉合成的激素水平，在中年之后逐渐降低，导致肌肉蛋白质合成速率放缓，肌肉开始入不敷出。同时，雌激素的减少也会影响女性更年期后的肌肉和骨骼健康。除了荷尔蒙之外，神经系统的老化也扮演角色，控制肌肉的神经元随年龄凋零，一些肌肉纤维因此失去刺激，久而久之就萎缩了。再来，不可忽视的是慢性发炎和疾病的影响。老年人常见的慢性发炎状态，例如关节炎、心血管疾病引起的全身性发炎，会损伤肌肉组织，加速肌肉流失。一些急慢性的疾病或住院卧床，更可能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失去相当可观的肌肉量。除此之外，现代医疗让许多长辈寿命延长，但如果没有同步维持活动量，长期缺乏运动也是肌肉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用进废退，这句话在肌肉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我们久坐不动，缺少腿部肌肉的刺激时，肌肉纤维会慢慢缩小，力量跟着下滑。最后要强调的就是营养不良对肌肉的影响。许多银发族因食欲下降、消化吸收变差或牙口问题，造成蛋白质与热量摄取不足。肌肉需要足够的蛋白质和热量来维持，如果长期吃不够，身体只好燃烧自身肌肉来提供能量。特别是在生病或压力状态下，如果没有充分营养，肌肉流失会更加严重。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肌少症成为不少长辈共同面临的挑战。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中，约有20%左右罹患肌少症。肌少症带来的4大典型症状包括站起来费力，走没多远就走不动，肌肉无力导致容易跌倒，以及整天感觉疲惫无力。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双腿无力，不听使唤，让人寸步难行，更可能因平衡不佳而发生危险。肌少症可以逆转吗？好消息是的，我们可以和时间要回肌肉。科学研究与长者们的亲身经历都证明，通过正确的运动和营养策略，肌肉在高龄仍然可以重新生长变强。国外有经典研究让一群90多岁的衰弱长者进行为期12周的肌力训练，结果他们的腿部肌力平均提高了超过1倍。想象一下，90几岁都能增强肌肉，我们50岁、60岁的长辈们当然更不在话下。人体的肌肉细胞终其一生都有回应训练和营养的能力，哪怕年纪再大，只要肯开始行动，就一定能看到改变。逆转肌少症的关键有2个：运动和营养。运动方面，特别是阻力训练，也就是肌力训练，例如抬腿、深蹲、抗阻、
伸展带练习等，对刺激肌肉生长非常重要。哪怕一开始只能做些许简单动作，持之以恒也能让肌肉慢慢强壮起来。同时搭配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健走、游泳，可以提升心肺耐力和改善血液循环，帮助将营养送达全身。然而，运动的效果若没有充足营养来配合，肌肉还是长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另一个核心就是饮食营养。研究显示，正确的营养补充是扭转肌少症的关键，特别是蛋白质，它是肌肉的建材，没有足够蛋白质，肌肉就无法修复和增生。此外，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例如维生素 D、钙、镁、钾等，对肌肉功能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也不能忽视抗氧化营养素，因为它们能对抗体内的慢性发炎反应，减少肌肉受到的侵害。总而言之，饮食就像建造房子的原料供应，如果原料对了、充足了，肌肉这栋房子才盖得起来。接下来，我们将正式介绍8种经科学证实有效增强下肢肌力的超级食物。这些食物不仅营养丰富，更针对老年人肌肉流失的问题提供了解方。通过合理摄取它们，并搭配日常的活动与锻炼，您的双腿将会一天天找回力量。最棒的是，其中有些效果迅速的食物，在24小时内就可能让您明显感觉腿部比较有力。现在就让我们揭晓这美妙的8大食物，看看您平时是否有好好善用它们吧。1. 鸡蛋高品质蛋白质，一早唤醒沉睡肌肉。提到增强肌肉，鸡蛋绝对是排名前列的超级食物。鸡蛋被誉为完全蛋白质的代表，因为它含有人体所需的9种必需氨基酸，比例恰到好处，非常容易被我们的肌肉吸收利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鸡蛋中的白氨酸含量丰富，这种氨基酸是启动肌肉蛋白合成的开关。简单来说，当我们吃蛋摄入白氨酸后，就好像按下了肌肉生长的按钮，帮助修复并生成新的肌肉纤维。同时，蛋黄里蕴含的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对肌肉也很重要。B12 有助于红血球生成和神经功能，确保运动时肌肉有充足氧气。维生素 D 则能提高肌肉力量和协调性，预防肌无力。因此，每天吃鸡蛋相当于给您的肌肉送去高品质的建材和启动修复的工具。适合吃法，长辈朋友们可以将鸡蛋当作早餐的核心，早上吃一颗水煮蛋或荷包蛋，搭配一份全谷麦片或全麦吐司，再加些蔬菜，就是一份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仅提供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供应能量，帮助您展开活力的一天。如果牙口不便，您也可以试试把蛋打散，煮成蛋花汤，柔软好，入口又易消化。同时记得不要生吃鸡蛋，有些人误信生鸡蛋更营养，其实煮熟的鸡蛋生物利用率更高，蛋白质更容易被吸收，而且避免了食物中毒的风险。至于每天吃多少蛋合适，一般健康成年人每天1到2颗蛋是安全的。如果您的医生针对血脂有特别交代，也请遵从专业意见调整分量。搭配小建议，鸡蛋本身已经是很完整的营养来源，搭配其他食物可以让效果更佳。您可以将菠菜和蛋一起炒，做一道菠菜炒蛋。菠菜提供镁和硝酸盐，有助肌肉收缩和血液循环。或者在煎蛋时加些番茄丁或彩椒，不仅增加维生素 C， 还能提味。维生素 C 有助于体内胶原生成，对肌肉与肌腱的修复有益。一杯豆浆或牛奶配水煮蛋也是很好的组合，双重蛋白质让效果加成。总之，利用鸡蛋灵活变化菜色，让每日的蛋料理既美味又强健您的双腿。2. 鲑鱼 Omega-3 丰富的鱼类，抗发炎强筋骨。谈到保护肌肉、增强腿力，海洋里的超级食物，鲑鱼一定不能错过。鲑鱼所属的脂肪鱼，如青鱼、沙丁鱼、秋刀鱼等，含有丰富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 EPA 和 DHA 是天然的抗发炎明星。随着年龄增长，慢性发炎会损害我们的肌肉细胞，而 Omega-3 可以帮助降低体内的发炎指数，为肌肉营造一个更健康的生长环境。不仅如此， Omega-3 还被证实对维持和增进肌肉力量有直接好处。研究显示，补充 EPA 这种脂肪酸能显著增加肌肉体积和握力，同时减少肌肉中的脂肪浸润，
简单来说，常吃富含 Omega-3 的鱼，能让您的肌肉更结实，力量更强。而鲑鱼除了脂肪酸，还富含优质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D 和 B 群。维生素 D 先前提过，能预防肌少症。鲑鱼是少数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之一。维生素 B 则参与能量代谢，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食物转换成肌肉工作所需的能量。适合吃法，理想情况下，每周最好能吃2到3次鱼，其中至少1次是像鲑鱼这样的脂肪丰富的深海鱼。鲑鱼的料理方式多样且简单，您可以将鲑鱼清蒸或烤制，简单撒上一点海盐和胡椒调味即可，这能最大程度保留 Omega-3 不被破坏。如果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用鲑鱼煮汤或煎成排，再淋上柠檬汁提味。柠檬的维生素 C 还能稍稍提高您对铁质的吸收，一举两得。除了鲑鱼，沙丁鱼、青鱼也是经济实惠的选择。沙丁鱼罐头直接拌葱花吃很方便，而且连鱼骨都可以吃下肚，还补充了钙质，有助骨骼健康。怕鱼腥味的长辈朋友可以加几片姜或葱蒜一起烹调，除腥同时，这些辛香料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总之，每周定期来份鱼料理，为您的腿部肌肉补充蛋白，又减少发炎。长期下来，您会发现走路变得轻松有力许多。搭配小建议，吃鱼的同时，不妨搭配富含蔬菜的配菜。举例来说，烤鲑鱼时，旁边一起烤一些花椰菜或红萝卜，作为配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维生素，整餐营养更均衡。或者煮味噌鲑鱼汤时，加入豆腐和海带。豆腐提供植物蛋白，海带富含矿物质碘和镁，这些都对肌肉新陈代谢有利。值得一提的是， Omega-3 需要一段时间累积才能完全发挥作用，但一些好处，例如降低炎症、改善血流，可能在摄取后数小时至1天内就开始见效。所以，假如您平常很少吃鱼，从现在开始给自己煎一块鲑鱼当午餐，隔天或许就会感觉腿部沉重、酸痛的情况有所改善呢。3. 优质乳制品，牛奶、优格，骨骼肌肉双强化。第3个登场的超级食物，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乳制品。无论是一杯温热的牛奶，还是一碗滑顺的希腊优格，对于50岁以上的长者，这都是极佳的营养之选。首先，乳制品富含高品质蛋白质。牛奶中同时含有乳清蛋白和酪蛋白2大类蛋白质。乳清蛋白消化吸收快，能迅速提供氨基酸修复受损肌肉；酪蛋白消化较慢，能提供较长时间的氨基酸释放，防止肌肉分解。2种蛋白质一快一慢，正好满足了肌肉及时修复和长效维护的需要。对反应性较低的高龄肌肉来说，足量且优质的蛋白格外重要。除了蛋白质，乳制品还提供钙质与维生素 D， 这是强健骨骼和肌肉功能的黄金搭档。钙不仅强化骨骼，腿部骨骼健康，能让您更稳健行走，也参与肌肉收缩的生理过程。肌肉要用力收缩，就需要钙离子的帮忙。如果体内缺钙，肌肉收缩无力，自然腿脚发软。有大型研究发现，钙摄取充足的长者肌少症风险较低，而维生素 D 就像钙的守护神，帮助钙质吸收，同时直接作用于肌肉，提高肌纤维的性能。很多长辈因为较少晒太阳，维生素 D 常处于不足的状态，长期下来，不仅骨头疏松，肌肉力量也大打折扣。因此，每天来一杯牛奶或一碗优格，等于同时补充蛋白、钙和维生素 D， 给骨头和肌肉一起加油打气。值得一提的是，优格、优酪乳还富含益生菌，这对于长者的营养吸收很有帮助。人体肠道就像营养的大门，门户健康了，吃进去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才能顺利被吸收，供肌肉使用。有研究发现，补充益生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肌肉含量，尤其在年轻族群，效果明显。虽然对于年长者的直接证据还在累积中，但可以确定的是，肠道健康有助于全身健康，减少肠胃问题，让您吃得下、吸收好，肌肉自然长得出来。因此每天吃点优格，不仅摄取蛋白质和钙，还帮助维持消化道的良好菌，相对长辈来说是一举多得。适合吃法，建议长辈朋友每天摄取2份乳制品，1份约等于240毫升的牛奶
或优酪乳，1小碗优格，1片起司。早上起床后可以先喝一杯温牛奶，热热的牛奶不仅唤醒肠胃，也为肌肉提供及时的营养。若您早餐喜欢吃稀饭配小菜，不妨饭后喝杯牛奶作为营养补充。希腊优格则非常适合作为点心或下午茶。希腊优格经过滤去掉多余水分，因此每份含有的蛋白质比一般优格更高，口感也更浓稠。您可以在优格里加些水果丁或者坚果碎，不但增加风味，顺便补充其他营养。如果不喜欢无味的原味优格，可以滴1-2滴蜂蜜或加入香蕉泥调味，但要避免含糖过高的市售调味优格。至于乳糖不耐的长辈，优格因为乳糖已部分被发酵分解，通常会比鲜奶更好消化吸收。另外，市面上也有无乳糖牛奶，可选择来替代一般牛奶。总之，每天固定摄取牛奶或优格，长期您会发现，不仅骨头更强健，连肌肉也更有劲，走起路来足下生风。搭配小建议，牛奶和优格本身就是百搭的食材。早餐时，您可以将奶粉加入燕麦粥中一起煮，做成香浓的牛奶燕麦。燕麦提供碳水和纤维，牛奶提供蛋白和钙，营养更全面。而优格可以当作健康沙拉酱，以优格取代美奶滋拌沙拉，不仅热量降低，还多了益生菌。一杯牛奶搭配三明治、全麦面包，可以让一餐的营养更加均衡。如果晚间有点饿，喝半杯温牛奶既能填肚子，又有助睡眠。牛奶含色氨酸，有安神效果。要特别提醒的是，乳制品虽好，但别与含草酸多的食物同时大量摄取，例如空心菜、菠菜，以免影响钙吸收，或者可以把绿叶菜先烫过去掉部分草酸。最后，选择低脂或全脂奶取决于您的健康需求，需要控制体重就选低脂，需要增强营养且体重偏低则选全脂。记住每天的奶制品，让肌肉和骨骼每天都喝足营养，精神饱满地迎接各种活动挑战。4. 大豆及豆制品植物蛋白之王，荷尔蒙平衡助肌生长。东方饮食文化中，黄豆可说是默默守护长辈健康的英雄。大豆以及各式豆制品，如豆腐、豆干、毛豆、豆浆，都是对抗肌肉流失的利器。首先，大豆富含植物性优质蛋白，许多人以为植物蛋白不如动物蛋白，其实黄豆是个例外，它是植物界少数含有全套必需氨基酸的食物之一，蛋白质品质媲美肉类。对于不太爱吃肉或咀嚼能力较差的长者，软嫩的豆腐、香浓的豆浆都是极好的蛋白质来源。摄取足量蛋白能提供肌肉修复材料，这点和吃鸡蛋、喝牛奶的作用类似。而大豆中所含的白氨酸含量也不低，可以刺激肌肉合成，只是需注意植物白氨酸的吸收率略低，故适量多吃一些才能达到同样效果。大豆有一个隐藏技能，特别对中高龄女性有帮助，那就是大豆异黄酮。这种存在于黄豆及黑豆中的天然植物化合物，结构有点像女性荷尔蒙雌激素。女性在停经后雌激素骤降，容易导致骨质流失和肌肉减少，而大豆异黄酮能温和地模拟部分雌激素的作用，帮助减缓更年期后的肌肉与骨骼退化。有营养学研究显示，更年期妇女若经常摄取大豆蛋白，肌肉质量下降的速度明显放缓，同时骨骼密度也较佳。可见豆制品在荷尔蒙调节方面对熟龄族群的价值。对男性而言，大豆异黄酮还有助于改善前列腺健康，降低发炎，同样间接有利于保持活动力。除了蛋白和异黄酮，豆类还富含对肌肉有益的钾和镁，例如毛豆就富含钾，能帮助肌肉收缩顺畅，防止痉挛。黄豆中的镁参与上百种生理反应，包括肌肉蛋白的合成和能量代谢，也是不可或缺的矿物。豆制品相对肉类还有高纤维、低饱和脂肪的优点，长期食用对心血管有益，能避免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干扰您锻炼肌肉。适合吃法，建议每日至少食用1-2份豆制品，一份约等于半杯豆腐或豆干，一杯豆浆，1小碗煮熟的豆子。豆制品种类非常丰富，长辈们可以依自己的饮食习惯挑选。习惯中式饮食的，不妨在3餐中加入豆腐或豆干，例如早餐来一碗豆浆燕麦加水煮蛋，中西合璧，营养满分。午餐吃不下太多时，可以喝半碗味噌豆腐汤。
晚餐则可来一道清蒸鱼，配嫩豆腐，鱼肉和豆腐同时给您动。植物双蛋白搭配青菜就是均衡的一餐。如果您喜欢当零食，毛豆是很棒的选择。水煮毛豆撒点盐巴，保留了大部分营养，又有咀嚼乐趣。对消化不良或食欲不振的长者，可以把煮熟的黄豆打成豆泥拌饭，或者直接买现成的无糖豆浆，每天喝一杯。黑豆也是不错的选项，坊间有卖黑豆粉或黑豆茶，除了蛋白还多了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需要注意的是，有痛风困扰的长辈，豆制品要适量，避免一次吃过量。另外，豆类虽好，但并非愈多愈好，平衡摄取各种蛋白质来源才能确保营养均衡。搭配小建议，豆制品的料理几乎百无禁忌，很容易融入各种菜肴。建议在吃豆类时，同时搭配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例如青江菜、彩椒或橘子等。维生素 C 可以提高植物性铁质的吸收率，而黄豆和豆制品也含铁，提升铁的吸收，对预防贫血、增进体力很有帮助。举例来说，您可以炒一盘青椒炒豆干，或者做到番茄豆腐汤，不仅色香味俱全，营养吸收率也更好了。如果担心黄豆制品的植酸影响矿物质吸收，可以选择发酵过的豆制品，如味噌、纳豆或豆豉，因为发酵过程会分解部分植酸。总之，大豆食物和其他菜一起吃，让餐桌更丰盛的同时，也让您的腿部肌肉获得全方位的滋养。5. 坚果与种子微量营养大补给，美与好油打造强韧肌肉。别看坚果和种子体积小，对于强健，我们的双腿可是功不可没。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芝麻、葵花籽，每一粒坚果种子都浓缩了大自然的精华，是长辈们补充微量营养素与健康脂肪的超级来源。首先，它们含有适量的植物蛋白，虽然蛋白质总量不如肉蛋奶高，但作为点心补充，也有助于满足每日蛋白需要。更重要的是，坚果种子提供了丰富的矿物质，尤其是对肌肉功能非常关键的镁和锌。以南瓜子为例，一把南瓜子就几乎满足成年人体内一天镁需求的一半以上。镁离子参与肌肉收缩与放松的调节，缺镁时容易出现肌肉酸痛、抽筋甚至无力。很多长者晚上睡觉时小腿抽筋，很可能就是镁或钾摄取不足所致。每天吃点坚果种子，能默默地补充镁，减少这些绊脚石。而锌则是与蛋白质合成、荷尔蒙分泌相关的重要元素，适量摄取有助于维持男性肌肉量。南瓜子、芝麻就是含锌特别高的种子代表。坚果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宝贝，像核桃里的 Omega-3 植物型脂肪，杏仁和腰果里的 Omega-6 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都能帮助降低发炎，保护心血管。对于有在运动的长辈，适量好的油脂可以润滑关节，减少运动后的肌肉酸痛，也提供长时间活动的燃料来源。坚果中含有充足的维生素 E， 这是强效抗氧化剂，能保护肌肉细胞膜不被氧化损伤，加速运动后的恢复。研究显示，老年人往往维生素 E 摄取不足，而每天一小把杏仁或葵花籽就能轻松满足需求，让您的肌肉细胞远离氧化压力的伤害。适合吃法，坚果和种子最方便的吃法，莫过于直接当零嘴。下午或晚间肚子饿想吃点心时，不妨抓一小把腰果或杏仁来嚼嚼，既能止饿又补充营养，比吃饼干蛋糕健康得多。如果您觉得整颗坚果不易咀嚼，可以选择已经研磨成酱的坚果，例如花生酱、杏仁酱，抹在全麦面包片上就是美味又营养的点心。只要注意选无添加糖的天然坚果酱。早餐时，也可以在燕麦粥或优格上撒一汤匙综合坚果碎，增添香脆口感的同时，摄取到纤维与好油脂。至于各种种子，黑芝麻可拿来磨成芝麻糊当早餐或点心，润肠又补钙补铁。奇亚籽可以加到优格或豆浆里，增加 Omega-3 与饱足感。南瓜籽、葵瓜子剥好壳后撒在炒饭或沙拉上，增添风味和营养。一天一小把坚果，约20到30克，是适宜的摄取量，既能取得营养，又不会热量过剩。搭配小建议，为了避免单一坚果吃腻，也为了摄取多元营养，建议您
可将多种坚果种子混合食用。例如，准备一个密封罐，装入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葡萄干等，做成自制的养生坚果综合包。每天抓一小撮来吃。甜甜的葡萄干富含钾，核桃有植物 Omega-3， 南瓜子补镁，一次满足多种需求。如果觉得直接吃坚果太干口，不妨搭配一杯温开水或茶一起食用，顺便促进吞咽。还可以将坚果加入您日常的料理，例如炖煮鸡肉或炖菜时，丢把花生或腰果一同焖煮，菜肴会散发坚果香气，吃起来别有风味。或是在青菜炒肉片时撒点熟芝麻增香。芝麻里的钙和维生素 B 对肌肉和代谢都很有益咧。总之，小小的坚果种子学问可大了，养成每天来一把的习惯，让您的腿部肌肉和身体各系统都获得源源不断的微量营养支援。6. 深绿色叶菜硝酸盐提升腿部血循，守护肌耐力。常听人说多吃青菜对身体好，对于想增强腿力的长辈来说，深绿色叶菜更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像菠菜、甘蓝、芥蓝、地瓜叶、花椰菜等深绿蔬菜，不仅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是膳食硝酸盐的重要来源。您可能好奇，硝酸盐和肌肉有什么关系？原来，饮食中的天然硝酸盐在体内可以转换成一氧化氮，这是一种能让血管扩张的分子。有了较多的一氧化氮，腿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会改善，肌肉在活动时能得到更多氧气和养分供应，同时代谢废物也能更快排出。研究发现，常吃富含硝酸盐的蔬菜能够提高肌肉收缩效率和耐力，让双腿变得更有劲。澳洲也有一项针对高龄女性的研究发现，每天食用绿叶蔬菜的长者，腿部肌力测试表现明显优于少吃蔬菜者，他们走路速度更快，腿部更有力量。可见青菜腿真的比肉肉腿有劲。深绿蔬菜也富含前面提过对肌肉重要的镁和钾，例如菠菜含有丰富的镁与钾，能帮助维持肌肉的兴奋性和正常收缩，预防抽筋和无力。还有蔬菜中的维生素 K 对骨骼健康很重要，强健的骨骼是肌肉施力的基础。叶菜里的抗氧化物质则可以对抗自由基，减少细胞老化，间接保护肌肉细胞不受氧化伤害。总之，深绿色叶菜就像是肌肉的润滑剂和防护网，让您的腿部肌肉处于最佳的运作状态。适合吃法，建议长辈们每天至少2份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至少1份。深绿叶菜烹调方式很多，可以每天变换以增加食欲。例如上午或中午可以来一杯蔬果汁，用菠菜或甘蓝搭配苹果、香蕉打成绿拿铁。不喜吃菜的人这样喝也能摄取到营养。晚餐时，炒一盘蒜炒青菜是最简单的选择，像炒空心菜、炒 A 菜，加一点蒜蓉增加香气，柔软好入口。一周吃个1-2次凉拌菠菜或麻油炒地瓜叶，换换口味也不错。花椰菜、芥蓝等十字花科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和植物化合物，清蒸或快炒都很适合。您还可以把叶菜加入汤品，例如煮个菠菜蛋花汤、高丽菜卤，利用汤汁摄取更多营养。如果牙口不佳，怕菜梗太硬，可以烫熟后切碎拌在软饭或稀饭里，同样能吃到蔬菜纤维。深绿蔬菜有一个优点是热量极低，怎么吃都不用担心胖，非常适合长辈，多多益善。搭配小建议，深绿蔬菜为了让其中脂溶性维生素被吸收，烹调时记得加一点优质油脂，比方说用橄榄油快炒青江菜，或是烫青菜后滴几滴麻油拌匀，既提味又帮助营养吸收。此外，蔬菜和蛋白质食物一起吃，效果也很棒哦。上一餐我们提到的菠菜炒蛋就是绝佳组合，蛋白质与硝酸盐双键合璧，为您的肌肉提供原料和加速器。对于需要顾及药物交互作用的长辈，例如服用抗凝血剂，深绿蔬菜因维生素 K 含量高，摄取时要注意固定量且遵医嘱，不可暴饮暴食或忽然大量增加，以免影响药效。总的来说，多吃青菜绝对是利大于弊的，让绿色力量为您的双腿注入新动能吧。7. 骨头汤胶原蛋白与矿物质，重建肌肉支架。在我们传统观念里，虚弱无力时，长辈常煲一锅骨头汤来补身。这项古老的智慧
其实有一定科学道理。熬煮许久的骨头汤蕴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和明胶，这些都是由动物骨骼、软骨中煮出来的蛋白质。虽然胶原蛋白不同于肌肉蛋白，但它提供了大量特殊的氨基酸，像甘氨酸、脯氨酸和水解赖氨酸，这些成分是构成我们肌腱、韧带和软骨的主要材料。同时，甘氨酸在体内还能帮助抗氧化、抗发炎，对修复受损组织有益。对于锻炼肌肉的长辈来说，骨头汤就像是在强化肌肉周边的支架，强健的肌腱和韧带能让您更稳定发力，不易受伤，也能承受更大的肌肉力量。此外，骨头汤经长时间炖煮，钙、磷、镁等矿物质会从骨骼中溶出到汤里。如果在炖煮时加点醋酸，比如加入1小杯醋，还能进一步帮助矿物质释放。这些矿物质对维持肌肉收缩、神经传导以及骨骼健康都有直接作用。可以说，一碗浓郁的骨头高汤融合了蛋白质和电解质，是天然的运动饮料和恢复汤品。更棒的是，喝骨头汤可以补充水分。常有人忽略水对肌肉的影响，其实人体脱水时，肌肉细胞会处于缩水状态，力量和耐力都下降，而长辈往往有主动饮水不足的情况，导致慢性轻度脱水，使得肌肉功能打折扣。骨头熬制的汤品美味香醇，能刺激食欲，让不爱喝白开水的您也愿意多喝几碗汤，在不知不觉中补足了水分。热乎乎的汤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把养分更快送达腿部哦。不少长者反映，连续几天喝鸡汤或骨头汤，觉得精神气力都比之前好，双腿走路有劲多了。也许这就是骨头汤的神奇之处，滋养身心，提升元气。适合吃法，骨头汤的制作关键在于熬煮时间和材料搭配。您可以选用鸡骨、猪骨或牛骨来熬汤，先把骨头汆烫去血水，再和姜片一起放入汤锅，加足够的水，小火慢炖至少2小时以上。熬得越久，胶质和矿物质越能释出，汤头就会呈现胶冻状。煮汤时加1小时醋，有助于骨头中的钙质溶出，但不要放太多，以免影响味道。可以加入几样您喜欢的蔬菜，增添风味和营养，例如红萝卜、洋葱、玉米、萝卜等等。熬出来的汤不但更甜美，其中的维生素也融入汤汁。熬好的高汤可以过滤去渣，单独喝，或作为汤底。建议您喝的时候先撇除表面的浮油，以免摄入过多脂肪。骨头汤本身热量不高，蛋白质浓度也适中，非常适合在2餐之间或运动后来上1碗。若嫌单喝汤不够饱足，您也可以在汤里加点豆腐、蛋花或者青菜，丰富口感，又补充额外营养。搭配小建议，骨头汤可以说是变化万千的基底。当您煮一大锅高汤后，不妨分装，冷冻起来慢慢用。想喝的时候取出加热，加些白菜、香菇、蛋丝，就成了一碗鲜美的什锦汤。或者用骨头高汤来煮面煮粥，像牛骨高汤煮面线、鸡高汤煮蔬菜粥，都能让主食变得更营养。台湾人喜爱的药炖排骨汤、十全大补鸡等，其实也是骨头汤加上中药材的延伸，可以适量享用来调养身体。不过要注意，骨头汤因熬煮而可能略含高普林，特别是大骨汤，痛风或尿酸高的长辈要适量，不可天天大量喝。此外，汤品若有加盐调味，要留意摄盐量，最好清淡为宜。总而言之，骨头高汤是融合了科学与传统智慧的滋补品。一碗热汤下肚，除了营养，也温暖了我们的心坎，给人力量继续为健康努力。8. 富含钾与抗氧化的水果，香蕉、莓果等，电解质平衡，减少疲劳感。最后一项压轴的超级食物，就是大家都喜爱的水果。或许您会好奇，水果糖分高，又缺乏蛋白质，如何帮助肌肉增强呢？其实，水果的价值在于提供关键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这些要素对维持肌肉功能、减轻运动后疲劳非常重要。尤其我们要强调水果中的钾和抗氧化物质2大功效。首先谈钾，钾是人体主要的电解质之一，直接参与了肌肉细胞的收缩与放松过程。如果把肌肉细胞比作一部引擎，钾就像引擎里的火花塞，负责维持电力稳定，让引擎顺畅运转。一旦缺钾，我们就可能出现肌肉无力、痉挛、
心律不整等问题。许多年长者因食欲不佳或长期服用利尿剂，导致体内钾流失，常常有腿部无力、夜间抽筋的困扰。这时候，富含钾的水果就是最佳天然补给品。最有名的莫过于香蕉。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有约400毫克的钾，吃下一根香蕉往往不到半小时，体内钾离子水平就会上升，帮助缓解因缺钾导致的肌肉疲劳和抽筋。对长辈而言，每天或隔天吃一根香蕉，可以维持电解质平衡，让腿部肌肉状态稳定，不容易突发抽筋。再来说抗氧化物质。随着年龄增长以及日常新陈代谢，人体会产生许多自由基，对肌肉细胞造成氧化伤害，就像铁钉生锈一样，加速肌肉老化与功能衰退。而水果，尤其是莓果类以及各种鲜艳色彩的水果，富含各种抗氧化维生素与植化素，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发炎反应，促进运动后的肌肉修复。例如蓝莓、草莓、樱桃、葡萄等都含有大量花青素和维生素 C。科学家发现，常吃莓果的人体内炎症标志较低，肌肉细胞膜也更稳定。特别有趣的是，研究显示运动前后喝樱桃汁或蓝莓果昔能降低运动所导致的肌肉酸痛，加速力量恢复。对于长辈来说，平时增加抗氧化水果的摄取，能减少肌肉因老化累积的损伤，等于在日常就帮肌肉上了一层保护膜。适合吃法，建议每天至少吃2份水果，每份约等于1个中型水果或1碗切块。具体选择上，可以根据季节与个人口味来定，但请尽量包括一种富钾水果和一种高抗氧化水果。富钾水果的代表除了香蕉，还有奇异果。奇异果钾含量甚至比香蕉更高，而且维 C 也非常丰富。酪梨、橘子、木瓜、哈密瓜等也都不错。抗氧化水果方面，蓝莓、草莓、覆盆子等莓果类效果突出。如果新鲜莓果价格高，可以考虑冷冻蓝莓，加到优格或燕麦里吃。葡萄和樱桃含有花青素和白藜芦醇，也是很好的选择。夏天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和大量水分，可以解渴又抗氧化。每日早上或中午，可以将切片香蕉、苹果和优格拌在一起当水果沙拉，或者把香蕉和牛奶打成香蕉奶昔，顺滑好喝，又能同时摄取蛋白质与钾，一举两得。下午感到疲倦时，吃上一串葡萄或几颗甜橙，清新的果糖能迅速补充能量，丰富的维 C 也在保护您的肌肉细胞。晚饭后来一片木瓜或一颗奇异果当饭后甜点，不但满足口腹之欲，还助消化。搭配小建议，水果其实很适合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食物搭配，创造出既美味又营养的组合。比如蛋白质加水果，运动后可以喝杯优格蓝莓奶昔，补充蛋白质同时抗氧化，肌肉恢复效果一流。或者早餐来份花生酱抹全麦，吐司配香蕉切片。花生酱提供蛋白和健康脂肪，香蕉补钾又增加甜味，非常适合需要增强腿力的您。再如蔬菜加水果，做沙拉时在蔬菜里加入几瓣橘子或葡萄干，酸甜滋味让您更乐于多吃青菜，而额外的钾和抗氧化物质也融入其中。还有水果加坚果，将核桃或杏仁与葡萄干、蔓越莓干混合，当做随手零食，一次获得健康油脂和抗氧化物质。需要稍加注意的是，有糖尿病或血糖控制需求的长辈，水果要选择含糖较低的种类，且不要一次摄取过量，最好分次在不同时间吃，以免血糖波动。总的来说，适量吃水果对于提升我们的精神和腿部耐力有很大帮助。甜美的水果不仅愉悦味蕾，更为您的肌肉注入活力来源。听完上述8大超级食物的介绍，相信您已经明白，逆转肌肉流失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可以通过每天餐桌上的小小改变来实现的目标。从今天开始，请您检视一下自己的冰箱和菜单，是否有充分涵盖这些对肌肉友善的食物。别忘了，重启双腿力量最有效的策略是营养加运动，双管齐下。每天均衡摄取我们提到的高蛋白质、好脂肪、富维生素矿物的食物，同时配合适度的肌力训练与活动量，您的腿部肌肉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结实。哪怕从现在这一刻起做出改变，都绝不嫌晚。想象不久的将来，
您可以轻松地下蹲绑鞋带，自信地健走公园，再也不用担心双腿无力拖累生活。那种稳健踏实的步伐将让您重拾年轻时的矫健和自由。请记住，您的身体会回报您给它的每一分照顾。今天多吃一口对的食物，明天就可能多走出坚定的一步。科学研究已经为我们指明方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行动。通过聪明的饮食选择和持之以恒的努力，逆转肌少症，强化腿部肌力，绝对可以成为属于您的真实故事。充满力量与活力的生活并不遥远，只要您愿意踏出第一步。让我们从餐桌开始，善用这8种超级食物，唤醒沉睡的肌肉。相信自己，您的双腿依然蕴藏潜力，给予他们适当的滋养和锻炼。不论您今年50、60甚至80岁，都有机会重新站得挺直，行走自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迎接改变，跟肌肉流失说再见，迎向健康独立的美好银发岁月。加油！